大家好，我是积雪教育青图。那这一集视频我们讲解一下这个摩托车产品的一个案例分模因为这个产品的一个难度的问题我们在这一节视频我们就不用鼠标去点上面的这个菜单栏了这样子耗费的一个时间比较多。还是一样的老规矩拿到产品以后呢，我们先进行一个分析，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分析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分型线，然后呢我们找到一个我们自认为比较简单的一个位置，我们开始了进行一个分模我们通过这样子去观察了，我们能够看到这一边的位置呢是我们比较简单的一部分，是吧？看起来的比较规则这一边的一个位置高高低低的，这一边呢全是曲线包括这一边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从最简单的位置呢进行一个分模。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大概的分模线条。像这个产品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通过这个颜色我们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了我们的分型线是在这 R 角上面，但是呢不是在 R 角的边缘。那通常这样子的情况我们最好呢是做到 R 角的边缘，因为你做到 R 角上面，第一个我们分型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抽取我们的等斜度曲线，对于我们操作而言比较复杂。第二点呢，对于加工而言和装配而言都会增加了一定的不方便性。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要去检查我们把我们的分型线，如果说做到这个 R 角的边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模具的加工。我们可以去验证一下我们验证之前呢，首先把我们的这个现在的，也就是说软件所告诉我们的一个线条呢，我们给它找出来我们给它抽取我们的等斜度曲线。开模方向呢，我们进行一个选择这个位置我们选择0度，我们不要选太多了你看到一个位置了，这个应该是一个规则的，我们选择一条就可以了。当我们选择完成这一条以后，我们能够看到，是吧？这个是我们现在所要的，这个呢是我们上面的这一条是我们理想状态，我们想把它做到这里的。下面的这一条呢是我们的现实状态那我们再把它返回到我们的一个带边照射的一个状态，我们能够通过这样子去观察我们把我们的一个坐标呢摆到这里来，坐标轴呢可以稍微把它拉直拉斜一点，其实拉不拉呢在这里呢关系不大差不了多少。你可以直接点击这条线，也可以的，我们稍微做一个大概的角度像现在这样子。当我们做完这一个位置以后，我们再来看信息点，我们通过这样子来分析YC 我们是3个丝的样子，是吧？3个丝2个都是。那在这一种情况下面呢我们可以不去做到这个位置，我们直接做到我们的这个 R 角的边缘是没有问题的因为3个丝如果说大家没有在用过游标卡尺或者说铅分子这些东西去看一个人正常的头发呢，我们是7个丝左右，所以3个丝呢等于是我们头发的一半吧所以影响呢几乎没有。那我们这个位置以后确定完成，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分型面呢，我们把它呢做出来我们选择到我们的分析状态这个位置呢没有任何的变化，是吧？在这一边先我们做这边呢我就不去做了这边因为比较简单，我们直接拉伸就可以了，包括这个位置一样的同样的一个拉伸我从这一个位置开始去做吧选择我们的方向，我们选择我们的 YC 轴拉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拉长一点比如说我们这里拉个200选择我们的这个 R 角在汽车模产品里面呢，其实有的时候有一点倒扣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在后续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去通过我们另外一些步骤，比如说我们的审模我们的编程去帮我们处理一下这些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自己处理不了的那这边拉伸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边的一个状态，这边的一个状态呢，在这里呢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因为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垂直跟我们的分析开模方向
差不多是一个平行的，是吧？一个方向的 R 角，所以这种方向的 R 角呢，大家能够看到这种位置，我们就不能够像刚刚那样子去直接找这个边线了。这样子的话呢，会是一个倒刻的并且这个倒刻呢会比较大。这种方式呢，我们会选择去抽取等斜度曲线了。然后呢，还是0度，我们选择包括这个 R 角这里呢，我们是不用去抽，是吧？我们抽这个位置，抽这个位置，还有呢，这个位置我们也可以把它抽出来。上面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不用去管它。那通过这一个位置以后，我们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这里的分斜线呢是在这里，是吧？那这个位置的一个线条在这里看到2条线的一个连接呢，不是特别的顺畅。为什么呢？有同学可能会问老师，这样子的线条不是接起来了吗？它是接起来了，但是它站在我们的一个加工者的角度上面而言我们把它呢显示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这个位置有连接，但是这样子的位置呢，我们能够 CNC 去撸出来嘛？这样子的位置，我们这个位置是一个封交位。所以呢，这个对于我们加工而言是没有任何考量的。那也就是说，你所做出来的这个面，你只是跟着产品去做还是停留在一个初级的设计师的角度。那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个中高级的一个难度的产品那这样子的东西呢，我们肯定是自己接受不了，是吧？接受不了，那这个东西很简单，这一条线我不会去要了，去除一下参数那这一条线我肯定是不会要了。那我想要把这个位置接顺，那我肯定是这里一条，是吧？这里一条，我把这里呢把它连接起来。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用我们的桥接曲线这样子去做那这样子去做，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位置还不是特别顺畅的情况下面你如果说觉得这个位置的一个间距差距太小了，这个位置还没有做顺或者说觉得这个弧度太拥挤了，那你可以相对而言，在这个编辑里面呢，我们有一个曲线，把这个长度呢稍微把它往上面拉那么一点点，不要拉的太多了这边拉上去一点，然后呢，我们这个位置再来调节一下它会好很多包括当然下面的这一节位置我们也可以去搓。那当我们重新做的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差距大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是不是？这边还是包了大部分的一个蓝色面。那我们这个位置所做的我们先把这一部分抽取出来，在这里是不是？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一边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直接把它呢做一个延伸。那当我们这个位置做一个延伸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呢，我们可能呢会产生立角了我在这里做的时候，我们这个坐标我们给它没有回正的，这个是我们一开始自己的一个失误，我以为那个位置是摆正的还好我们发现的比较早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一个部分YC， 然后这一部分呢也把它拉出来我们把它调节起来，去除一下参数。同样的，我们选择一下拉伸。那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这个位置呢，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些立角的一些不好的问题因为这个 R 角呢，你等于是把它切掉一部分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个位置，所以要想改善一下这种情况因为这个位置我们做出来以后，它在这里呢是一个擦穿的一个状态，是吧？那擦穿的状态呢，它是摩擦的，容易损耗你如果说做个立角，会更加减短这个模具的一个寿命。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建议大家呢把它呢
做一个斜的，也就是说我们从这里开始把我们的坐标呢同样的给它摆斜，斜的角度呢不一定啊要45度，我们可以做一个负40，或者说另外的角度都可以。当然这个角度做出来以后，只需要它呢可以自己要去检查一下。当我们做出来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个位置还有没有一个尖角的一个情况发生。那我们看到这里是没有了，是吧？大概是相当于2个90度了。那当我们做到这个位置以后做到这里，很多同学呢直接桥接，这个是大部分人的一个操作思维方式直接桥接过来。那我们桥接过来以后，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位置的一个弧度这个线条弧度会变得很大？那这样子所做出来的我们的模人会有一个高低落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一个视觉，大家看起来有没有感觉很丑，是吧？很丑。所以碰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大家不要去直接去做一个桥接，你可以先把这边的片体我们做一个延伸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我把它延伸过来。那这一边呢，同样的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现在所做的是这一个位置的一个情况，是不是？那我不可以把我的坐标摆到这一个位置然后让我的这个坐标呢沿着它，或者说这个是 R 角的一个点，是不是 R 角的一条边？那还有一条边呢在哪里呢？在我们 R 角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把这一条边呢可以放在这里来，然后通过这一个位置我们去把它呢切掉我们把它切掉。那剩下的就是在这里而言，那在这里呢我们自己呢直接给它抽取出来看这个位置我们能不能接到无法创建界面，我们把它拉短一点，还是不行。还是不行的话那就简单吧，好吧，我们把这个位置呢切掉有的时候我们用的这些命令在理想中呢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因为我们的一些产品问题，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操作就是说局限性，它可能会不让我们允许我们去做。那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所做出来的这一个 R 角，是吧？然后呢我们再用我们的曲线网格把这一部分呢给它做出来。那这个位置呢我们就做好了，是吧？这种方式呢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分析面呢会比较平整不像刚刚那样子直接拉过来就把它往下面沉了，然后再拉上去，所以呢这里呢就一个很大的坑。这是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处理方式包括这个 R 角。那上面的这个位置呢又是老规矩了，是吧？这个位置肯定是我们不能接受的，那不能接受怎么办自己重新去做。那做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产品汽车模的产品呢都会有一些烂的东西包括这个位置我们还是一样的先把它调节一下调节完成以后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一个分析把它放出来，感觉稍微有那么一点多了，是不是没关系。为什么没关系呢？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呢往回缩一点再把它呢调节起来。当我们调节完成以后这一部分呢我们再把它自己呢把它往这边拉当然这一部分如果说你现在不想去拉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这一个面呢R 角呢有上面的这个面，是不是它会不会接得顺
所以这个 R 角刀放到后面去处理啊，也是没有问题，因为 R 角是我们在这个上面最好去处理的，是吧？如果说拉伸出来对不上，我们可以自己去做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位置，我们的坐标呢，可以先把它摆正啊。这个坐标呢，一定要提前去摆，不要像我刚刚开始那样啊。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注意啊，去量那个刻位的时候，当我们做出来以后，我们再把这边呢拉出来，选择我们的 XC。这个是我们在这一边的，这一边跟这里呢，我们又看到啊，长度方向是相隔的比较多的。那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的，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延伸。啊，延伸以后，我们能够发现，我们上面跟下面这个位置是一个什么？它不是一个规则的。我们上面的这个片体呢是一个弧面，中间的这个片体呢，我们是一个平面，所以我们平面跟弧面肯定是啊。你要想它完全接成一个好的平的，我们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呢，也可以啊，按照它的一个角度去把它切一刀。先把上面这个位置呢切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 R 角，我们刚刚在这个位置呢已经给它偏了一点点。那我们是 JC。我们把上面的放出来，然后呢，我们再去参数，这一点点呢，我们不要了，然后再把上面的这个 R 角的部分啊，我们也给它呢做出来，切掉。我们这里呢切的是一个 X 轴。那能够看到我们这样子所做出来的这种方式啊，在这里而言，我们这个位置去接，大家觉得还好接吗？是吧？这个是我们理想中的一个状态。按照我们下面的这种方式，我们去切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个位置我们切不顺了。那你想让它切不顺，我们的第一个，我们这一个是规则的，这个是不规则的。那我们这一个东西是朝低的，是吧？我们在这里呢就不能够选取它高出来的这一个面了。啊，我们尽量呢去选择朝着低的这一个面，我们去做一个切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把它的一个坐标轴让它呢朝着这一条，啊，朝着这一条，一个大概的就可以了啊。因为这里你想把它摆成完全一样的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呢把坐标摆过来啊，有个时候呢，我们要去进行一个尝试啊。如果说我们本来就看不到一个最终的结果啊，我们自己又不愿意去进行一个尝试，那我们就永远都看不到一个最终状态，看吧，是吧？那我们现在这样子切了以后，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个位置已经是比我们刚刚所做的那一种状态要好很多了？啊，我们再把格式，把我们的坐标呢摆一下，然后从这个位置呢，我们把它切掉。我们选择我们的 YC， 切的有一点点丑。我们选择一个0吧，把它去除。那去除完成以后，还是一样的，我们做一个桥接。桥接完成以后呢，我们再把它呢做一个网格。啊，我们选错一条线，我们要选择上面的这一条。把它拿开啊！如果说感觉有问题的时候，第一条、第二条，这是我们的第3条。
这个是我们哪一个位置呢？有一点问题没有接到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0.0254，我们去除一下参数，把这一边的这个呢，我们重新接一下。这一条线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去掉，把产品放出来吧。等一下怕都删掉东西了啊。下面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开始做的，是吧？我们再把它，是这里断掉了一节啊，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二条，这是第三条，这是我们第四条，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呢就把它补起来。那补起完成以后，这个是我们所看起来的一个状态这个是我们看起来的比较美观的一个位置啊。然后我们再把这一边呢把它做出来，这边的一个位置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分形状态。这边的一个分形状态呢，我们不能够直接朝着这样子的方向拉了，为什么呢？如果说我们只有这边的一个部分，那我们肯定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拉。但是我们现在呢，在这里有一个高低的，也就在这里呢有一个高低落差，有一个整位一样的东西。这个位置我们只能够朝着这一个方向去进行一个拉伸，做我们的一个分形面。我们可以把这个位置呢先去给它做出来啊。做之前呢还是一样的，我们的坐标轴呢先摆正也可以呢先放到这个位置来。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呢朝着这一边去进行一个拉伸，这个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一边可以去拉伸。尽量呢给它拉长一点吧，因为这里呢我们也不知道它需要多少。那还有一个这个位置是不是？这个位置我们要去做的，那我们就是朝着这一边去把它拉出来了。看一下这个位置，我们把它进行一个延伸它会不会跟这边呢是不是一个平面？把它拉开这个位置感觉也不是一个平面因为我们这边呢。是吧？是水平拉的，这边呢是个斜的差距太远了那我们这个位置呢，就直接把它呢朝着这边进行一个拉伸，朝着我们的 YC 方向。那这个位置呢，我们就不拉这么多了，拉多了没意义因为我们最长只能够到这里。所以我们做一个30吧，差不多就行。这个位置呢，我们把它拉出来，包括这一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一个方向所进行的一个拉伸的。那这个拉伸出来以后，我们能够看到这一边跟这一边的一个交接状态大家能够看到吗？不是让我们特别满意的这个位置我们接不好的。我们是接不好的因为你做一个这样子的位置，在这里一个封胶是不稳定的，一个加工呢也是不好加工的所以我们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暂时的先把它放弃掉。我先不要它，为什么呢？因为中间的这一块我们看起来呢是相对而言比较平整的一块区域如果说我现在按照我现在的一个产品本身的一个东西，我就进行一个拉伸，拉不出来，没关系，我在后续我可以把它单独做出来，这个面单独做一个面都是没关系的，只要它没有立角有强度，我们都能接受。那这一边的位置呢，我们把它做一下同样的这一部分呢，我们给它做一个
延伸啊，延伸完成以后啊，这边都是一个，这边拉出来，这边呢我们尽量呢给它切一个平面啊，切一个平面，这边呢我们也把它切掉。XC， 那这一部分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一个位置，我们也可以把它呢，从这个点开始，我们把它切出来，选择我们的 YC 轴了，在这里，选择0，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啊把它切掉，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就存在着有一个高低不一样的东西了，看到吗？啊，它在这里存在着有一个高低啊，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既然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一个延伸的，是吧？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一部分朝着这一个方向去拉伸呢？啊，我们把这里呢取消缝合。取消缝合它，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面呢，我们朝着我们这一个黄色的片体的，朝着这一个方向去进行一个拉伸，选择我们的一个 XC， 也就是说跟它做一样的，做个平的。那这里呢，我们感觉到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这个位置我们可能到时候呢需要给它稍微的做一点压角过渡一下啊，因为没有压角过渡，我们这个位置可能呢，看一下能不能撸啊，尽量呢做一点压角过渡啊，尽量我们去做一点压角过渡。那做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呢就把它这一边呢做一个延伸过来啊，不延伸也可以，这个压角呢我直接给它做出来。我们把这一边呢也切直，这个位置呢我们把它补起来，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面呢同样的方式把它做出来。那这个位置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这里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是不是？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稍微倒一点点压角啊，倒一点点压角。这个呢，到后面做完实体去倒啊，我们会方便一点，把它分开以后再去倒，会方便一些。那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一个位置的一个处理。在这一个位置处理，当然这一部分呢，我们在后续啊，这个模人的一个优化，在后续再去做了。现在呢，我们做起来了没有任何的意义。